欢迎大家收看阿莎与高龄生活奇迹。今天呢，我们邀请了一个非常特别的来宾，我们欢迎魏世芬老师。阿刷好，各位生活奇迹的朋友，大家好！今天很开心来上这个频道。那我平常是身心修缮师，所以你的声音，你发出声音，我就会去感觉你的身体的能量。然后呢，我们还有2位，也就是我们频道的基本成员，一个是 Claire，and 还有一个是怡初。嗨，大家好，我是怡初。这一次为什么来就是充当这个主持人呢？是因为就是我对于这个领域，声音这个领域，就是完全的一个小白的状态，所以我是带着一个纯粹的好奇心来去提问这样子。这一次就是阿雪老师跟小范老师一起合作了一个声音与直觉力的课程，这样子。然后这个课程刚好是由新月来制作发行的。是纯玲把我们凑在一起。谢谢。哦不是我把我们大家凑在一起，是我，是我。好，我一直误会了。不，是高龄，是有一天2年前，然后我就突然跟楚玲聊天，我就是说很奇怪，我一直看到魏世芬的脸。其实小芬老师在新月已经授课蛮长一段时间，然后颇受大家欢迎，而且很多好评，所以我就跟楚玲说，你要不要玩一些新的东西？因为感觉好像声音会是明年或后年传递能量跟讯息很重要的一个媒介。那于是呢，楚玲说：“好啊，我们来问小芬老师。”但是他给我补充了一句：“你双子座的，你会不会讲就算了？可是小芬老师跟我们的关系非常好，我要很慎重的去提这件事情。”双子座会这样吗？我的意思是，双子都会这样吗？陈琳，我在想是有这个可能性哦，不一定是双子座，但是我觉得，因为阿雪是接讯的嘛，他比较是在一个能量感觉之下，所以有时候怕说，万一这个感觉它就是一阵风的话，对小芬老师不好意思这样子。我在工作的过程，我发现其实小芬老师就是一个感知力很扩展的人，其实跟我在做的工作其实是异曲同工。我觉得那个合体，高龄曾经有跟我聊过说，其实就是如果人的喉轮、声音还有眉心轮、直觉力可以更活化或更开启的时候，其实它就是在接轨我们即将整个就是整个地球在蜕变，其实会越来越多年轻人会有这方面的天分。那我觉得小芬老师就像是一个引路人，他让大家知道说，借由敏感声音，其实我们已经可以收到很多端倪了。那我的部分可能就高龄透过我的部分就是直觉力，就是直觉力如果松果体打开，眉心轮打开，其实我们会更清明，然后更清楚自己的生活方向，就是不会再那么空虚。我会想问一个问题就是说人的声音就是很多时候其实是感觉上似乎是我们最后处理的一块，就是他每天陪我们在一起很久，可是很多人有些人其实声音能够讲话就好，就是其实他对于声音自己的声音不是那么的敏感的。像小芬老师会能够就是在就帮助一些需要用声音去工作的人，在他们的职业里面，就是说可以往上更进一步。那对我们这种幕后或者是社恐的人，就是说不用声音工作的人来讲的话，他有什么帮助呢？我常常遇到很多艺术家，就做精工的，就他是跟项链说话。当你会说出你的专业，然后你去感觉到别人的需求，然后你说给我这个东西可能可以提供你什么样子的需求，你如果转得通的话，你这个东西就会大卖。所以我觉得我们到了刚刚阿莎最前面讲的，就是声音的时代，就是好像我们比较早跟小的时候，老师都会告诉我们说，你要练琴啊，然后你要练唱，然后你要每天花8个小时，很厉害这样。可是我觉得到现在这个年代，所有的音乐家他得要做短音频，他得要出来。我还在懒惰当中，阿莎已经出来了，就是你要告诉大家你在做什么，然后你的才能可以服务什么。所以我会觉得，对于不能够发出声音的这些专业的工作者，其实到了一个转换的年代。
那其实你刚才所说的所有，包含怡初刚才问的问题，其实我也想到直觉力，就像金工人一定要有直觉力，然后剪接师一定要有很强大的直觉力。所以其实这套课真的是时代耶，真的在时代耶。那我常常在觉得我的演讲的时候，我呈现某一种接纳、打开频道的那个状态，可是我要选，就是那个流这样整个进来，可是我还是要选择怎么说。就可能每一个人到我前面，他们的守护神都不一样个嘛，就一个人可能就有3个到12个。那就是这个比较凶，然后这个比较直接，就会跟我讲说，你告诉他你再不工作，他就完蛋了哈。然后另外一个就会很优雅的，所以其实我们在收到很多的灵感的同时，我还是会去选择怎么说。那我有去观察，就是阿莎在这一点真的很美丽，就是他会选择支持对方的，这个我觉得需要功力，就是那个功力是世界的观是要比较打开的。我的感觉好像是说，跟阿莎你们2个所指的这个声音，就是其实不只是代表发出来的声音，而是那种讯息的这种接收的能力跟表达的能力，对不对？所以它其实是比人发出来的声音更宽广的一个东西。就是一个振动频率吧。对，这是一个振动频率。一开始你如果听不见别人的话，你就会有一种我一定要这样，然后因为你跟这个世界不容，所以你就会更辛苦的战斗的发出你的频率。可是你如果很平和的把自己承接住，然后好好的说，然后让那个能量频率是平和的，充满爱的往前的，而你确定了之后，旁边在乱的人呢，他就会觉得，哎呦，他就有确定，所以我就不要乱好了。所以突然之间，你跟世界会共好，而共好的当时，你的警戒心也开始退下了。你开始发现说，我好像不用这么刁难别人，或者为难别人，或是为难自己，张牙舞爪。对，然后你也开始容许别人讲话，你会从自身调整之后，然后接纳别人之后，他就会打开某一种直觉力，然后他就会帮助你在创作的时候，或者你谈生意的时候，你就会有一个共好的频率，而那个共好其实是可以创造很多丰盛。我终于可以说清楚了。我觉得讲得很棒，但像小飞老师，我其实会，但我们要怎么调整自己自身的声音？虽然在这线上课都有提到，但是我还是想要好奇，因为你在讲到这个的时候，我觉得面对不同人，我们还是会有情绪嘛，也有不同的反应。其实那个跟修行是一样的，跟身心灵是一样，就是内在要很稳，你接纳自己，你开放给别人，然后频率来来去去，你知道怎么用不同的频率回应吗？还是我觉得身心灵有一个很重要的2个字叫做觉察嘛。所以你先觉察你现在的声音是你想要表达的吗？像我以前的声音就是比较是叛逆的声音，那叛逆的声音就是别人跟我讲什么我都说为什么？真的吗？有没有别的？就是因为我妈会把所有的好意通通都帮我设计好，因为我们的声音都是从过去你的个性、你的原生家庭，它提供你什么样子的 sample。你妈妈可能在生气的时候不能讲话，她就冷战，所以你就跟着学会在有困难的时候你就冷战。所以你从过去到现在你的状态跟未来你想要成为，所以当你把这3个点稍微整理，然后自己去想说，我觉得身心灵最美的不是到一个虚幻世界，然后觉得我被拯救，而是在每一个平行时空里面，每一个现在我都可以决定我跟阿莎相处，然后我要凶他还是我要爱他，就是你那个一出来，其实在平行时空就产生不同的结果，而这个结果会产生你的未来。我这样回答有很远吗？不会，很具体。其实这一次高灵透过我传讯是喉轮，那喉轮其实喉轮简单说也是这里也是表达，但其实在很神秘的部分，它是通往灵魂的天赋。所以其实这套课程里面，除了就是很实际面，就是小芬老师会带大家把很有影响力的声音可以引导出来，然后可以释放自己的情绪，然后去调整声音的频率，去产生一个共融的共振频率以外，像我高灵透过我比较是
灵魂天赋，因为我们知道，其实灵魂天赋也不是说硬要讲成是我们讲的天命，因为天命就太大了。其实大家都会把天命想的就是人要很重要，我觉得那也是一种集体意识的包袱。但其实灵魂天赋里面可能小到你在做一个东西，或你在跟你母亲表达，或者是你每一天跟自己最不上手的东西，你每一天都借由专注力或借由更健康的喉轮，其实你都可以触及到，即使再微小的事情，你都可以感觉到你有生命力，你有热情。其实这就是碰触到灵魂带给你，透过你这个肉身在这个世界的各种表达。天赋这个字的英文叫做 gift， 所以它也是礼物。所以我觉得像我的天赋就有音乐，有一些后天的天赋就是我要经过这么样子不能发出声音，然后我才会找到声音的这个方法，我才能够提供这个世界上的人。所以在这个课程里面，阿刷老师提供了很多很多的这个找到这个天赋的直觉力。那你找到了这个直觉力，或是你的这个灵魂的应许，两个相在一起的时候，其实它就会下载很多叮叮咚咚、叮叮咚，这样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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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像那个电动玩具的那种感觉，金币的掉下来撞到你的头的感觉。我觉得在一开始的时候，好像也经历了一个过程，去找到说为什么高灵们会想要把这两个主题有没有放在一起。我也想问一下两位老师，就是说后来经过这2年的时间，现在你们对这个声音跟直觉力这个主题啊，会有一个更新更不一样层次的一个看法，或者是说体会吗？其实如果回纯灵这个问题啊，我自己觉得拍完这套线上课程，我觉得我声音变温润了。以我灵魂去看灵魂的角度，我感觉到我跟小芬老师的灵魂的确在互相交换所会的能力。我曾经在很小的时候就是遇过一个通灵人，他就铁口直断就说，哦，这个小孩声音不行，千万不要唱歌，可是他会是一个很知名的老师或艺术家类似的。这样子哦。然后我记得我就种下这个种子，然后所以我不敢开口，我不敢去卡拉 OK，我不敢唱歌。可是我记得在这套课程里，上面希望我们吟唱，那我一直裹足不前。然后每一次小芬老师是明明就是锁喉，你就是鼓励我，我自己从头听，我都觉得妈呀，我为什么要唱歌？然后小芬老师一直就觉得，我觉得他可能早就以对焦在我们刚才讲的，他对焦在我的灵魂，他可能在帮我解锁。他可能知道我在这一部分我有伤口，我封印了，所以我不敢唱歌。可是其实我们根本没有 NG。那我觉得在最大的关键是小芬的灵魂，它让我安稳下来。其实我们生命里要的不是我们想象的完美，而是我们如何让最真诚灵魂想要透过我们去表达的呈现最佳的状态。而这个最佳状态绝对不是我们人脑想的。所以我的声音在这套课程以后，我觉得是被帮助的。那你看我之后又录了一套跟唱歌有关的，我有听，我觉得好听，真的好听。对，来假的，对的，因为我觉得你在录第2套的时候，你的那个怀疑跟不一样了，觉得不会成功的那个不见了。对，所以我觉得是你帮了我。对，所以这套课纯灵要问的，我真的觉得我从不可能，我做不到，我只是一个传讯人就已经偷笑了，然后到我觉得我声音变温润了。所以每一个人都可以唱歌吗？应该是说我们人本来被设计就是要发出，当你有感触的时候，你就是要发出声音啊。嘿，就是我们会发出很多声音，它被截断的时候，就表示它被某种放到某一个盒子里面，所以我好像是专门去打开这个盒子。但是我的盒子也被阿刷打开啊，就是说阿刷打开我2个很大的盒子，而这2个
大盒子都是对我来说很重要。一个就是我应该是对自己要求很高，如果以这辈子的那个感知来讲啦，所以我常常会觉得说，我已经比赛不错了，可是我拿国际的哪一个 CD 来比，那可能比我大很多，当时只有18岁、20岁。就觉得差别人很多，然后另外一个是我对自己要求很高，所以我就会掐得很紧这样子。那我就死了这条心了，所以我就去学这个 vocal coach， 就是声音的诠释指导这件事情，我就支持很多人。但是阿刷是在这个课程的时候，就是我们就录到最后嘛，好，然后就阿刷怎么开始好像身体就乱动啊，或是干嘛这样，就是觉得蛮有干扰的，所以。后来阿刷才告诉我说有那个织女星的讯息，从这个织女星带来的讯息，我才去发现说为什么我这辈子需要把我的声音给锁住。那我觉得我们就调一个hook好了，你们想知道原因就自己再去看。可是因为就是阿刷一直不放弃的把那个能量引进来，几乎在场所有的人都在一种美好当中掉眼泪。然后第二个礼物是，我是一个敏感人，然后从小可能就有一些感知，但是我会觉得说，因为我问过我妈就说，那我可怜啊，没啦，你看在上面不知啦，然后真恐怖，然后她就会引导我，对，就是去让我知道我看的东西是不存在的，然后所以我才说阿刷很危险，就是应该是我觉得这世界到了某一个点之后。某一个时间点，其实每一个人的直觉力，他都会某一种程度的敞开，好，然后可以这样子，对，很诚实的、纯真的去传达。就等我们的人类的进化文明到某一个程度，发现不用再欺骗、不用再躲避的时候，我觉得其实那个已经快要来了。所以就是我们这个课程推的这个时机。对，我觉得我好像对于更深的灵性的直觉力，我有 say yes。以前我都会觉得还是想还是想给那这个那我自己这样看到那不是真的，然后现在就是有很确定这件事情，而这件事情也成为我某一种天赋，它就可以去服务。所以简单说，小飞就是灵性出柜了。对。大家会对那个小飞老师这个对于声音的解读能力蛮好奇的，所以其实那时候我跟怡初讨论的时候啊，怡初也还蛮好奇，想要可不可以帮他比如透过怡初的声音，然后他也很好奇他自己的声音里面呈现了一些什么样的面貌这样子。就是关于讨厌自己的声音这件事情，就是我想每一个人都有，尤其是你从不同的地方去录到，然后在听到自己的声音的时候，你就想天哪，我自己听到我的声音不是这样子，为什么会是这样子？那以初喜欢自己的声音吗？倒吸一口气。我觉得自己的声音有的时候听起来是很扁、很压抑的，或者是说好像就是我唱歌好像声音是抛不出去的。那有的时候在工作的时候听起来又是一个好像你必须要用很大的力量去表达你的想法，别人才听得到。那有的时候我也会宁愿就是可能我在我更年轻的时候，我会把自己缩到很后面，因为反正我无法表达清楚这种感觉。对，当你越讨厌的时候，你就越不想听，越不想听的时候，你就跟你的声音越来越远。好，这是第一个结论。但是我觉得你的声音它是中低音啊，然后它很稳定，所以它我会知道我跟你工作蛮可以放心，因为你不会不着边，你会有很多备案，然后你会想很多的，就是各种解套的方法，就是你不会只有一个一，你会可能后面有5或者是10。那其实我也是这种人。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说，就是你在工作上的直觉力很高，然后跟自我要求也很高，可是这2个如果它套在一起，你没有去意识到的话，它就会把你的喉咙这边绑起来。所以我会觉得你的确这里有一条红线是绑得蛮紧的，因为它会包含着这个当下这个人会不会听懂
我的话，然后我可不可以讲？好，那可能随着你的工作经验跟专业度跟大家可以信任的时候，你讲的大家就越来越愿意听。那但是在很年轻跟早期的时候，的确是他会呈现那种我还是决定不要讲好了。你可能要去意识到说，我现在要传递一个非常有用的建议给前面的这个人，这跟你一起工作或是专业的人，然后我的意见是我想好而且非常宝贵，我就让他大把的出去，我已经准备好跟这世界上见面，而且我可以开始让这些世界上的能量为我所用，跟我可以为这个世界服务。对，所以回到纯林刚要问我的，就是说我到底是怎么去感受？我是先听到声音，然后知道它的发声位置，从这些卡的地方，我会知道它哪一块的能力有意识的被关掉，然后接下来就会有一些画面，或是有一些字会跑出来。像我刚才下载已出的，就会是它就是在晚上，然后工作，可是它的能量其实是想要休息的，所以你的细胞就会告诉我说，跟他讲，然后你就会说，我现在已经有比较早睡了，然后他就说没有，就是我们还想要再更早，就是他们会很吵的，就是有你的守护神或者是细胞就会回报我，就是你的状况这样。昨天我在跟纯林在蕊这个，就是我们就有提到这个很晚，他们明天一定会告诉我说要早睡。哇，好神奇哦！因为我们身体的细胞会记录7年以前或是更早以前的这些画面，但你有意识了，你就可以像电动玩具这样，这个 block 我不要，这个画面我留下。后面那个就私底下我再问小芬老师，我们就不剪进去了。谢谢你。其实我觉得里面最宝贵的是2位老师带来的这个能量场，因为像小芬老师他有一种很热情的东西，然后而且会让人受到一种感染。我觉得阿莎的话，他就会有一种好像在这个能量场里面，我自己这是我自己的体会，我会发现说，确实那个直觉力会增强，然后其实比较能够感觉出来，因为以前可能会跟一些头脑想的东西可能是混在一起的，但是透过这个过程，然后我就发现说，现在就是会比较容易去区隔出来，就是说这个可能是来自于我的直觉，然后有的是我自己想出来的这样子。对，所以其实这是我自己认为说，2个老师一起合作，他们带来最宝贵的礼物就是他们自己的天赋，然后他们把这个他们自己天赋的这个能量场，然后就是注入到这个课程里面这样子。我希望有机器可以来测量，那个是什么样子的能量场，就是很被支持，然后跟很平静，然后你觉得你自己是自由的，你可以创造，你被相信，你被支持，就是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现场在录影的时候感觉到，然后我自己在看影片回放的时候，我觉得那个很漂亮的能量还是会一直跑出来，好像很少自己说自己东西漂亮，但是我觉得这次的这个作品我自己很喜欢啊，我觉得它展现了更肯定的我，然后我不知道我自己那么好笑，就是说我自己就是很好笑，然后有那种随时收到的灵感跟阿莎互动。对，那阿莎本来就是蛮敞开的，对，然后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很美丽的个体，然后在我前面这样一直撩我这样，所以就是我们愿意把这个能量场拿出来，用最大的诚意跟大家分享。在整个过程，其实我们一直好像一开始就想说，等高龄下载我们就知道课程内容，可是到最后其实是我们一起碰撞出来的。那我觉得高龄它让我们学习，其实很多东西是从我们的天赋蹦出来，从我们内在的灵感蹦出来。其实这套课结束，我很想要推荐给就是看这个频道的朋友，因为我觉得现场在每一个录制过程里，真的是能量饱满之外，我们受很多很多来自于很高维度的力量在支持我们。所以当你们看
这套课程的时候，我相信除了你们听到的、看到的我们之外，其实在你没有看到的空间里，它真的就在你身边，然后进入你的生命里，进入你的生活里。那每一次回放再看的时候，我相信你会知道你的灵感在哪，你的直觉力，你的表达，还有你在此时此刻跟这套课共振的时候，你从里面，尤其我们里面还有7大脉轮的清理。其实7大脉轮的清理就是真的是全系列，其实它就是一套非常疗愈的、很全面的一套课程。他应该要卖2套，但是我们已经做了，就这么有诚意，就这样一套。关于这套线上课程，上架的时间，还有所有的资讯、各种优惠，都会在我们这个频道下面的文字的部分会提供。好，谢谢小芬，谢谢大家，谢谢一初，谢谢纯玲。两位社恐人今天也又跨越了一步了，我们很生涩，但是我们在努力当中。佛伦在努力当中。真的，我努力谢谢。